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以色列外长卡茨通电话。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时，王毅说，当前加沙冲突负面影响明显外溢，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反对激化矛盾、扩大冲突，反对采取军事冒险行动，呼吁各方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王毅表示，中方乐见伊朗政府开展斡旋外交，同各方增进了解，改善同地区国家关系。中方支持伊朗同沙特实现历史性和解，愿共同推动中伊沙三方联合委员会第2次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应约同以色列外长卡茨通电话时，王毅表示，当务之急是立即实现加沙全面永久停火，释放所有人质，确保人道主义救援不受阻碍进入加沙。王毅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以色列同伊朗间紧张局势，我们认为地区进一步生战生乱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各方慎重行事，避免局势陷入恶性循环。王毅强调，联立部队根据安理会决议授权执行维和任务，一方应采取切实举措，保障联立部队人员安全。双方还就中以关系交换了意见。中方希望以方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在以中国机构和公民的安全。伊朗和以色列剑拔弩张之际，王毅同一天跟两国外长通话，绝不一般。首先，中国在中东冲突中的中立立场受到敌对双方的认可，跟以色列、伊朗两国也都能说上话。就像王毅说的，中方在地区事务上没有任何私利，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其次，中国有调解中东重大矛盾的成功例子，就像此前中国成功推动伊朗和沙特和解。当然，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比伊朗和沙特的矛盾复杂得多，中国也可能只靠一己之力劝和成功。但是通话至少是对局势降温是有帮助的，也是尽力避免局势陷入进一步的恶性的循环。最后，从外交部新闻稿发布的时间来看，王毅是先应约同以色列外长通电话，过1个小时左右就打电话给伊朗外长，时间还是深夜。这么短时间内密集通话，相信有许多实质的沟通内容，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为地区和平所做的努力。日前有消息指，泽连斯基将于本周在最高拉达上介绍其胜利计划，而胜利计划其中一个重要一环就是如何加快乌克兰入约问题。对此，匈牙利外长14号明确表示，若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新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则至今未给出任何乌克兰入约时间表。有消息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16号在最高拉达发表讲话，并公开展示胜利计划。此前，泽连斯基宣布已制定结束军事冲突的计划。9月底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已向美国总统拜登介绍这一计划。上周又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领导人进行介绍。泽连斯基办公室表示，该计划只有在西方国家审议后才会被提交给乌克兰议会。据报道，该计划包括增加武器供应，用远程武器深入俄罗斯领土进行打击，加快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以及西方国家参与乌克兰重建。而针对乌克兰何时才能入约一事，匈牙利外长谢尔多14号表示，匈牙利的议程上没有关于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一项，因为如果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意味着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会发生直接对抗，将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匈方希望避免这种情况。谢尔多强调，匈牙利在俄乌冲突之初就划定了红线，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发生任何形式的直接对抗。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于10月3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期间，重申了乌克兰有朝一日会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承诺，并表示俄罗斯不会在此事上拥有否决权。不过，他没有给出任何的时间表。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4号，北约代号坚定正午的大规模核力量演习在北欧开启。演习空军部队将练习如何将美国核武器从军事基地的地下仓库安全地运送到飞机上，并安装在战斗机上。针对此次演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样的演习只会导致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他还指出，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拥有必要潜力保障自身安全。
此外，欧洲国际贸易委员会14号投票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50亿欧元的特殊宏观金融援助贷款，并同意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海外资产的收益来偿还。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后，西方冻结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海外资产，其中包括欧盟冻结的俄央行价值约2000亿欧元的资产。今年6月，7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同意利用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息作为担保，向乌克兰提供贷款。朝韩关系正处于多年来的最低点。近期，朝鲜指责韩国派遣无人机屡屡飞入其首都平壤，散发反朝传单。朝鲜也相应提高军事反应级别。13号，朝鲜国防省发言人表示，前线部队已经进入射击准备状态。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국방성 대변인이 조선인민군 총참모부가 국경선 부근의 보병연합 부대들과 중요 임무 수행 부대들의 사격 준비 태세를 갖출 데 대한 지시를 하달한 데 대하여 발표했습니다.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于12号发出作战预备指示，按照战时定员编制，将8个全副武装的炮兵旅团在当地时间13号20时之前转为射击待命状态，完成各项作战保障工作。同时指示各级部队区分队加强监视警戒，首都平壤市加强防空监视戒备。朝鲜称，韩国本月分别于3号、9号和10号利用无人机在平壤上空投放传单，并公布了9号凌晨拍摄到的韩方无人机照片以及传单样品。拍摄地点就在位于平壤市中心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本部大楼。对此，韩国国防部否认相关活动由韩国军方组织。同时，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匿名人士表示，将确认是否由韩国民间组织所为。그런적이없기때문에저희들이상황을지금파악을못해가지고확인해보겠습니다。但朝方认为韩军对无人机事件袖手旁观，因此依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2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称，无人机是多用途军事手段，一国国民利用无人机做出侵害他国主权的行为，由此可能引发武装冲突危机。军方却对此袖手旁观，这无异于有意默认和共谋行为。因此，韩国军方难以推卸作为重大主权侵害挑衅主犯或共犯的责任。自5月以来，朝韩双方通过散发传单、空飘垃圾气球和使用边境扩音器等方式展开心理战。韩方称，从5月底至今，朝鲜共对韩空飘垃圾气球28次。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向韩国投放的垃圾气球中，部分装有 GPS 定位器，军方正在分析朝鲜是否能在特定地点爆破气球。而韩国民间团体则连续6个月对朝散发反朝传单。有韩国专家分析认为，韩国政府对这一行为置之不理，所以不能排除民间团体此次使用无人机在朝鲜上空散发传单的可能性。韩国舆论担忧，对朝传单与垃圾气球之间的对抗可能以平壤无人机事件为分界点，发展为朝韩间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朝鲜国防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声称若无人机再次出现，朝军就将其视为韩方对朝宣战，并根据朝方判断采取行动。对此，13号韩国国防部也以狠话回击，若朝鲜侵害韩国国民安全，那一天便是朝鲜政权毁灭之日。过去呢，这个空投的宣传资料呢，主要还是通过气球，但是呢，这一次呢是通过无人机，而且呢又是在朝鲜劳动党的党中央的这个本部大楼的上方，所以可以想象，对于朝鲜而言呢，应该说还是构成了一定的这种安全的威胁。外界注意到，朝鲜半岛局势本月陡然升温。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9号宣布，与朝方南部国境交界的韩国地区无时无刻不再进行战争演习，加之一批批美国核战略资产随时出没，朝方自当天起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朝方地区公路和铁路，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相关消息已向联合国军司令部通报，并称朝方将动员大量人员和装备进行作业，包括爆破工作。而韩国军方14号表示，发现朝军疑似在京义县和东海县朝韩公路连接处为炸毁公路做准备，韩军对此密切关注中。
近期，韩方频频在军事领域秀肌肉，施压朝鲜，特别是强化韩国型三轴体系。所谓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是由杀伤链系统、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及大规模惩戒报复作战组成的战略战术体系，集打击、防御和威慑功能于一体。本月10号，韩国空军进行了担负杀伤链核心地位的金牛座远程空地导弹的实弹演习，为7年来首次举行此类演习。韩国媒体称，展示了精准的对朝鲜打击能力。本月1号，韩国新型弹道导弹玄武5公开亮相，被视为韩国型三轴体系中大规模惩罚报复作战计划的核心手段。玄武5导弹又被称为怪兽导弹，弹头重量高于现役弹道导弹，破坏能力与战术核武器相当。分析认为，韩军此时公开玄武5，意在对朝发出警告信号。朝鲜的角度，他为了应对韩美的安全威胁，他会加大自己的战略武器的研发和试射，应该说军备竞赛加剧，韩国国内再次向朝鲜释放无人机，朝韩之间就有可能爆发意外的冲突。14号，国新办就2024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介绍，前3季度我国进出口32.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3%。14号下午，国新办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介绍，前3季度中国外贸运行总体平稳，出口进口都实现了增长，呈现出进出口总值创新高，各类经营主体保持活跃，市场多元化稳步推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4方面特点。前3季度我国进出口32.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3%，其中出口18.62万亿元，增长6.2%，进口13.71万亿元，增长4.1%，进出口总值创出新高，各季度都在10万亿以上，这在历史同期是首次。值得注意的是，前3季度中国出口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7578.3亿元，占出口总值的4.1%。新3样出口市场遍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部分国家却瞄准中国新3样加征关税。对此，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这是不公平、不合规、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那么，希望有关国家能够放弃错误的做法，在共同发展中寻求自身合理的利益，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动力源。针对有记者提出有关中国贸易顺差扩大的问题，王令俊回应称，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近期货物贸易顺差扩大的背后，既有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出口韧性较强的因素，也受到近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拉低了进口值等因素的影响。有的国家一方面对我贸易顺差指手画脚，一方面却又不断加严管制措施，限制对我出口，令人费解。对于接下来第4季度的外贸走势，王令俊表示，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主要经济体持续增长动能不足，部分国家频繁对我产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市场潜力大、经济韧性强等有利条件没有改变。美国国防部13号表示，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一套萨德反导系统，并派遣相关美军人员，以帮助以方提高防空能力。消息一出，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已做好两手准备。ما کاملا برای یک وضعیت جنگی آمادگی داریم، از جنگ نمی‌ترسیم، ولی خواهان جنگ نیستیم. ما خواهان صلح هستیم و برای صلح عادلانه در غزه و لبنان تلاش خواهیم کرد. 为应对以色列可能的报复行动，伊朗正在中东开展紧急外交。
阿拉格齐持续对沙特等海湾国家进行访问，这些海湾国家目前已拒绝向以色列开放领空，对伊朗发动任何打击，希望阻止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及石油设施。阿拉格齐1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称，美国一直在向以色列运送数量空前的武器，如今还向以色列派遣士兵操作美制导弹系统，是将美军士兵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段视频中否认有关以色列军队蓄意袭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指控，并再次呼吁联黎部队从黎巴嫩南部交战区域撤出。联合国安理会就黎以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呼吁各方尊重维和人员和联合国场所的安全与安保。Israel has every right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Hezbollah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We regret any harm done to UNIFIL personnel, and the IDF is doing its utmost to prevent such incidents. But the best way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UNIFIL personnel is for UNIFIL to heed Israel's request and to temporarily get out of harm's way. 内塔尼亚胡14号视察了此前一天遭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无人机袭击的训练基地。本次袭击导致4名以军士兵丧生。他表示，以军将继续战斗，在黎巴嫩各地打击真主党武装目标。连日来，以军频频袭击联黎部队。12号，参与向联黎部队派遣维和人员的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针对维和人员的袭击。联合国安理会14号就黎以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安理会15个成员国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就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蓝线边界持续冲突，导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营地遭到攻击，以及数名维和人员受伤，表达强烈关切，呼吁各方尊重维和人员和联合国场所的安全与安保。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ngoing hostilities along the blue line, the member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expressed their strong concerns after several UNIFIL positions came under fire in the past days. Several peacekeepers have been wounded. 声明强调，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场所绝不应成为攻击目标，呼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全面落实安理会1701号决议。声明还强调，需要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持久和平，以便蓝线两侧的平民安全返回家园。当地时间14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一场论坛上就中东局势表态。Condenamos, como no puede ser de otra manera, y vamos a seguir condenando de forma rotunda la declaración que ayer hizo el primer ministro Netanyahu, porque no va a haber retirada de FINUL, porque nuestro compromiso con la legalidad internacional en los términos establecidos en la resolución 1701 tiene hoy más sentido que nunca después de ver lo que está sucediendo sobre el terreno. 桑切斯还表示，如果可以证明以色列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欧盟委员会必须就暂停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联系这一要求作出回应。今年2月，西班牙和爱尔兰要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强有力措施。当地时间13号，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的集会现场，一名非法持枪男子被捕。虽然案发地警长将其形容为特朗普遭遇的第3次自杀未遂事件，但该案疑点重重。被捕者自称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其也缴纳了保释金后就重获自由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并未对他展开调查，这是否是针对特朗普的第3次暗杀事件，目前暂无定论。当地时间13号，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的集会现场附近的一个检查站，执勤警官逮捕了49岁的男子维姆·米勒。当时他驾驶一辆黑色 SUV。随后，警方以持有上膛枪支和大容量弹夹的罪名，将其关押在当地的拘留中心。During that investigation, the deputy eventually found multiple passports with multiple names, multiple driver's license with different names.The vehicle was unregistered. 尽管里弗赛德县警长比安科把这次事件形容为阻止了第3次针对特朗普的暗杀，但米勒表示他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购买并携带枪支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特勤局消息人士说，他们对米勒是否打算刺杀特朗普持怀疑态度。联邦调查局也没有将此事以暗杀企图进行调查。目前，米勒已被保释，将于明年1月2号参加法庭听证会。根据加州刑法典，在公共场所随身携带上膛枪支是违法行为。虽然警方表示这一事件没有影响到特朗普或集会参与者的安全，但在特朗普此前于宾夕法尼亚州遇刺，以及在佛罗里达州遭遇未遂刺杀后，这起事件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嫌疑人米勒在缴纳了一笔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就重获自由了，而且他面临的也只是非法持有枪支方面的指控。就连保护特朗普安全的美国特勤局人员也不认为米勒有刺杀特朗普的意图。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并未对米勒展开调查。特勤局和联邦调查局还表示，特朗普在此次竞选集会中从未陷入危险。种种迹象表明，这次事件不应被认为是针对特朗普的第3次刺杀。然而，当地警方仍然认为他们成功保护了特朗普免遭第3次刺杀。当地警长还称米勒是一个疯子，并称米勒被搜出的武器已经证明了问题的严重性。I can tell you that none of the other probably 50,000 people that showed up yesterday for that event brought multiple passports with different names and guns. If we are that politically lost, that we have lost sight of common sense and reality and reason, that we can't say that, holy crap, what did he show up with all of that stuff for and loaded guns, and I'm going to be accused of being dramatic? We have a serious problem in this country because this is common sense and reason. 据介绍，米勒是个登记在案的共和党选民，还拥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硕士学位，并在2022年时参与过美国内华达州州立法会的选举。有联邦调查局人员透露，米勒来自于一个美国反政府的极右翼群体，该群体不认同美国的司法系统，不接受美国执法人员的管辖，并拒绝向美国政府纳税，所以米勒会持枪可能是出于自卫。美国大选投票日临近，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言语交锋更加激烈，使出的招数也多次掀起舆论热议。近日，特朗普在多个公开场合强调要打击内部敌人，他指的是美国国内的激进分子。It's the enemy from within, all the scum t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that hate our country. 特朗普甚至提议用军队来对付他们。I think the bigger problem is the enemy from within, not even the people that have come in and destroying our country. By the way, totally destroying our country. The towns, the villages, they're being inundated. But I don't think they're the problem in terms of election day. I think the bigger problem are the people from within. We have some very bad people. We have some sick people, radical left lunatics. It should be very easily handled by, if necessary, by National Guard, or if really necessary, by the military. 随后，特朗普的竞选对手、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迅速回击了特朗普的这番言论。哈里斯竞选团队发言人伊恩·萨姆斯说，特朗普认为美国同胞是比外国对手更恶劣的敌人，而且他说他会对他们动用军队。我知道，过去10年，人们已经对特朗普感到麻木，但这番话应该会让美国人震惊。今年4月及7月，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等机构连续发布了2次专题报告，揭露美方利用所谓福特台风虚假叙事行动计划对我国抹黑的真实意图。昨天，我国网络安全机构第3次发布专题报告，进一步公开美国政府机构和五眼联盟国家针对中国和德国等其他国家以及全球互联网用户实施网络间谍窃听、窃密活动，揭穿所谓福特台风这场由美国联邦政府导演的政治闹剧。报告显示，长期以来，美国在对手国家周边地区部署网络战部队，对这些国家的网上目标进行抵近侦查和网络渗透。美情报机构专门研发了掩盖自身恶意网络攻击行为、嫁祸他国的隐身工具包，代号大理石。调查发现，大理石工具框架被确定为一个机密级且不可向国外透露的武器研发计划，起始时间不晚于2015年，可以使用超过100种混淆算法，能将源代码文件中可读的变量名字符串档替换为不可读、不可识别内容，并且可以插入特定的干扰字符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阿拉伯语
啊，有这个中文啊，有这个俄语啊，也有朝鲜语啊，还有波斯语啊。那么它在这个缓冲区啊，这个做好这个混淆的这种数据之后啊，那么会把这个缓冲区的数据写入到指定的位置啊，或者是相应的这个程序的文件当中啊，那么实现对这种网络武器的这种痕迹的故意的植入。相当于是呢，比如说 A 组织啊，它把自己呢伪装成了 B 组织。而这种伪装呢，可以在好多个不同的环节出现，这个呢就使得它的攻击呢变得很难于溯源。通过这些栽赃虚构手段，美国网络战部队和黑客就能任意变换身份、变更形象，冒充其他国家的身份，在全球实施网络攻击、窃密活动，然后将这些行为栽赃给被冒充的非美国盟友的国家。技术团队通过掌握的证据发现，福特台风行动就是一个典型的精心设计的、符合美国资本集团利益的虚假信息行动。报告指出，美国之所以虚构出所谓中国背景的福特台风网络攻击组织，目的是为了继续把持涉外情报监视法案第702条款所赋予的无证监视权，以维持其庞大的无差别无底线监听计划。技术团队调查发现，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局密级资料显示，美国牢牢把持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底光缆等互联网关键节点，先后建立了7个国家级的全流量监听站。美国政府机构与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紧密合作，对光缆中传输的数据进行解析和窃取，实现对全球互联网用户的无差别监听。这些情报，它的这个受益方很多啊，主要是2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自己，当然包括美国的军方啊、情报机构，还有一些是美国的这个情报合作伙伴啊，特别是像这个五眼联盟国家。为了将窃取的数据实时转化为情报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实施了上游和棱镜2个项目，分别承担数据储存和数据还原分析的功能。那么上游项目呢，其实顾名思义，那么它就是从这个海底光缆中把这个原始的网络通讯数据呢提取出来，汇聚啊，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数据水库。那么以供呢后续进行这种深度分析。那么棱镜计划呢，就是在上游项目的这个基础上，对这个数据水库当中的这些流量进行深度的分析分类。这2者呢实际上是互为补充。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为了解决上游项目中出现的问题，美国政府还会通过棱镜项目直接从微软、雅虎、谷歌、脸书、苹果等美国各大互联网企业的服务器上获取用户数据。针对监听系统盲区的特定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会发动网络秘密入侵行动，受害目标主要集中在亚洲、东欧、非洲、中东和南美地区。证据显示，特定目标已经被植入的间谍程序超过5万个，中国境内主要城市几乎都在其行动范围内，大量的互联网资产已经遭到入侵，其中包括西北工业大学和武汉市地震监测中心所在地区。他们有一个叫水蝮蛇，代号为水蝮蛇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啊，看起来呢就像是个 USB 的接头一样，然后呢可以伪装成类似于键盘啊、鼠标这样的接口。他把这个装备呢接入到这个物理隔绝网络的里面的设备上去啊，然后呢他把窃取的数据呢通过信号的方式呢发送出来，甚至呢实现对它的一个控制。针对一些防范等级高且入侵难度大的高价值目标，特别入侵行动办公室还会在美国大型互联网企业或设备供应商的配合下，从物流环节拦截攻击目标。另外，还会对攻击目标所采购的美国网络设备进行拆解并植入后门，然后重新打包发货给攻击目标。通过702条款的授权，美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全球化互联网监听网络，甚至一些美国的盟友国家以及普通美国公民都有可能被重点监控。在10月14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称，此次发布的报告披露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实：美国正在利用海底光缆的优势地位，对全球实施大规模系统性的网络监听和数据窃密，而部分美国大科技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还主动配合散布所谓中国黑客攻击虚假叙事，正沦为美国政府的帮凶。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再次表明，到底谁才是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的最大威胁。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不仅对报告装聋作哑，
还继续散布福特台风等虚假信息。中方谴责美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在全球范围内搞网络攻击，停止利用网络安全问题污蔑抹黑中国。